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暴雪露营里的天花板了。当一场巨大的风雪即将降临西伯利亚荒原时，克鲁竟独自一人带着装备来到了这里。当他看到曾经救过他一命的废弃小屋时，他感觉自己简直是太幸运了。去年他身体失温被困荒原，正当他快要绝望的时候，是这间小屋保护他度过了寒冷的一夜。这一次，克鲁带着装备和材料再次回来，他决定对小屋进行改造，然后再次在小屋里度过暴风雪的夜晚。如果此时让你在这里过夜，能带3件装备，你会带什么呢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我也大胆的猜测一下，你带的装备能否在这里成功过夜。由于上一次夜晚极其寒冷，这次克鲁准备的第1件装备就是壁炉。现在的风雪越来越大，中伯利亚的夜晚最低能达到-40度。克鲁知道他必须要加快速度了，小屋的改造一定要赶在夜晚来临之前完成。现在的风雪里还掺杂着碎冰，他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预兆，今夜一定会非常寒冷，并且大概率还会有大风降临。本来想要先生火的他决定改变计划，为了今夜居住的更加安全，现在他要对屋顶进行保温改造和加固。克鲁感觉外面可能快达到-20度了，为了防止身体失温，他决定先将壁炉组装。他在屋顶上锯出来一个洞口，将烟筒顺了出去。但这个洞口锯得太大了，为了减少漏风，他在材料里找出来了一块木板，切割成烟筒适合的大小。当他再次将烟筒放上去之后，木板就非常完美的将漏风处全部遮挡住了。现在的天色开始变暗，温度也在降低。克鲁将小屋的后面用木方进行了加固。紧接着，他回到了屋内，将壁炉放在适合的位置，然后将烟筒连接。现在的风雪已经开始，温度下降得非常快。克鲁将柴火劈好之后，就将壁炉点燃。小屋正在慢慢的升温。克鲁来到门口，他记得去年被困这里只能依靠睡袋保存体温，但今天屋内有壁炉的加持，根本就不用担心夜晚的风雪低温了。将油灯点燃之后，克鲁也要开始准备晚餐了。这次他要做的是他家乡当地的美食，牛肉放入锅中后就直接倒入山泉水，然后就把它放在壁炉上用铁盘加热。壁炉的烟筒被烧得通红，持续散发的热量让小屋很温暖。克鲁脱下了外套，开始准备配菜。制作家乡的美食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他先将鸡蛋打进了面粉里，然后加一点盐，就开始进行揉搓，然后将其切成片状放入锅内。面片经过牛肉汤的炖煮，会将牛肉的香味融入在面饼里。当面饼出锅时，这味道简直是太香了。再将牛肉放在煮好的面饼上，一口咬下去，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得到了能量的补充。晚餐后，他将床铺好。虽然外面狂风暴雪非常寒冷，但是小屋内的壁炉在熊熊的燃烧，给他提供热量。今天的他也终于可以在中伯利亚荒原的风雪中好好的睡一觉了。